在中共国，你們過這個節，勞動節是最悲催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的特點，就是越努力勞動的人，一定是被剝削的越慘痛的人。中共的整個官家政府體制內，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根本不勞動啊，祖孫3代4代在一個體制內都很常見。只不過所有辛勤勞動的人的勞動剩余價值都被上面這層人剝削走了，所以在中共國不勞動是最光榮的，因為不勞動代表你是剝削階層，勞動是最傻叉的，因為你拼命勞動代表你是最底層，不勞動的是奴隶主，勞動的都是奴隸。五一節就是奴隸的節日，如果不是因為被剥削的太慘，不拼命勞動就活不下去，很多中國人完全不用從事很多以生命去勞動的行業，而且在中國，大量的人一生只能選擇那種一眼可以看到生命盡頭的行業，工地上搬磚、保安、保姆、保潔、快遞、滴滴，全天候幾乎除了睡覺就是工作，沒有任何其他的休息和自由時間，除了睡覺就工作，這樣的重複365次過1年，再重複20遍，你就老了，可以去死了。也就是從你25歲、30歲開始這個行業，你一眼就已經看到你生命盡頭了。就是你這樣活着，你為什麼要活着？有人說在發達國家也有從事這個活動的保安、保潔、保姆，對，但人家每天就工作8小時，最多還是掙的錢衣食住行全夠了，不夠的國家管着。你像英國 Council， 你作為一個最普通的人，只要你幹活沒房子，跟政府要，離哈罗德百貨200米斜對面就一個巨大的 Council， 政府給的房子，白給的2間房，裡面住的都是這些人。所以人家工作以外8小時，剩余的16個小時时間是享受人生的自由时刻。你在人家國家說一句，發達國家說一句勞動最光榮，沒問題。在中共國沒辦法，勞動最傻，所以不勞動的剝削階層最光榮。那如果你沒辦法，那就只能說叫什麼？叫躺平最光榮。在中共國，對於年輕人來講，如果沒有家庭背景讓你繼承，家裡面又有一些資助可以讓你活下去，告訴大家，最好的就是躺平。躺平最光榮。我說的躺平是不工作，不是不學習，不鍛鍊身體，不是天天躺着，是不工作。通過學習長本事、長知識，通過學習努力爭取出國，通過學習有個好身體。這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大部分年輕人來講，現在躺平絕對是最佳的生存選擇，只要能活下去。大邏輯很簡單，因為你在這個國家玩命的努力工作，也不可能有任何相應的回報，反而因为工作你要承擔大量的風險跟損失。所以躺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部分年輕人最明智的選擇。我給大家10個在中共國躺平的理由，大家聽聽有沒有道理。第一，躺平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物質支出。一旦躺平，在家裡每天學習啊、鍛鍊啊，就會形成低慾望生存模式，大幅度壓縮生存成本，通勤費、職業裝、什麼女孩的化妝、首飾、社交應酬、工作出差等等都不用，錢都不用花了。然後由於工作壓力大，自己給自己支付的那些補償性消費，奶茶呀、購物啊、卡拉 OK 啊都不用去了，所以首先會省很多錢。
第二，會停止用損傷健康來構建的負資產生存模式。在中共国，大部分年輕人幹什麼都可以，包括你做網絡直播在內。你會發現，就是現在年輕人啊，80%到90%，你一個月的收入扣除房租、水電、基礎伙食外，幾乎為零。很多人甚至是負值，幹一個月還得跟家裡要補貼。你說你幹個什麼勁兒？因為在中共的政治體制裡，剩餘價值都被中国共產黨拿走了，所以在中共國幹活這種經濟學上叫無效勞動，就是你一個月忙，付出了無數，健康也沒了，還鬧，還風險大，結果掙的所有玩意兒你發現什麼都沒有，還得跟家裡要錢。但是你躺平，學習知識，鍛鍊身體，都是可以有沉澱和增加的。所以躺平就变成了一種很低的良好生存方式，避免自己活成一個純粹的肉體電池，到電量耗乾，生命終止了。第三，躺平可以保障生命健康，且規避身體出現問題。中共國經常有的996或007工作方式，不僅是对人類身體的透支，任何人長時間按這種節奏工作，巨大的精神壓力跟畸形的思維模式都會讓你形成不可逆的殘留。而躺平不用透支身體，不用透支精神，可以保證充足的睡眠，可以形成規律的飲食，可以造就穩定的情緒。通過合理的鍛鍊，可以讓身体和精神都處於一個良好的狀態裡。考慮到在中共國能讓你不健康的身體变健康的有效醫療的成本十分昂貴，很多急性病变慢性病，倒霉了。而一旦你出现身体問題，就會成為全家最大的負擔，經濟負擔、精神負擔。所以這時候躺平反倒是用來保證身體跟心靈都健康的良好方式。第四，躺平避免被制度進行系統性的收割。在中共國是一個沒有道德、沒有信仰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這樣的江湖，所以進入職場很亂，上面被政府強制加收稅、社保，避免不了。中間各種單位裡不願意參加他必須參加的集體活動，公司內部的集資、產品的推銷，下面那種員工和員工之間的勾心鬥角，這都是對個人的身體和精神財富的變相掠奪。當你遠離工作、遠離職場，你就會讓自己避免被強制收割，從而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擁有完全的控制權。躺平第五，可以大幅度降低面臨的社會性風險，因為你躺平了，出門少，不社交，不混圈子，你就极大的降低了社會性風險、財務風險，遠離各種社會衝突、各種意外事件，避免刑事責任，避免遭遇各種詐騙、合同糾紛、職場背鍋等可能帶來的法律責任和人身風險。第六，躺平能清晰地認知自己，打破幻覺生活。躺平代表你已經很明確地認知到，在中共國勞動絕對不可能致富，即使拼命地做低效率的工作，也不可能擁有任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的機會。這樣你就擺脫了那些因為無法達到虛幻的目標，努力幹了10年，為什麼我還不光不上升，還被開除了？就因為這種有虛幻目標而產生的精神痛苦。中共國很多年輕人都被中共那些包装出來的宣傳奮鬥就可以成功的夢想欺騙，拼命工作，什麼都沒了。但是你認知工作絕對是不可能跨越階層的，在中共國屁用沒有。想跨越階層，好好學習，長本事，出國，
這才是你跨越階層的唯一可能。所以当你这樣努力學習的時候，你躺平就有機會，工作沒時間。第七，躺平可以奪回屬於自己的時間主權，讓生命重新屬於自己。就像上面講那些一眼可以看到生命盡頭的行業，保安、保潔、保姆，你去做幹嘛？是不是有病？不斷被人家侮辱，自尊不斷被人摁在地上摩擦。同樣的事情做7000次，7000次，20年可以去死了。你為什麼要活着？躺平以後，時間是自己的，學習、鍛鍊、娛樂，自己隨時間安排，每天都可以讓自己的生活跟前一天不一樣，讓大腦中收穫很多新東西，讓生命變得更精彩。第八，躺平避免出現二代貧困的持續循環。通過躺平，理性認知、學習，一方面努力讓自己掌握向上階層發展的本事，有這個條件。那發現不行的時候，躺平幹嘛？認知自己，這樣就有不婚不育的最佳理由了，避免把自己可能有的下一代帶入到更低端的勞動循環裡，終生受苦。不僅節省了大量的社會資源，由於你不結婚，沒有孩子這個負擔，還能保護自己晚年的基礎權益。第九，躺平可以讓快樂幸福感受明顯顯著上升。快樂幸福的感受，認知了躺平的好處能夠努力學習鍛鍊，不用面對剝削性的 KPI， 不用面對職場躲不掉的比較和競爭，不用應對複雜的人際關係，你就可以讓自己生命中快樂幸福多一些。第十，躺平可以形成清醒的生存模式。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別人看不穿。躺平代表着你已經能夠清醒的從瘋狂的內捲中抽離出來，不願意成為中共這艘正在沉沒的巨輪上的盲目轉動的螺絲釘了，讓自己成為一個冷靜的外界觀察者。這種精神上的抽離可以讓你看清楚一生中應該真正活着的真相，然後努力讓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向上，最終爭取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重複勞動的機器。當然我在這裡說的是有條件躺平的，沒條件躺平的那確實是沒辦法，好吧？有條件的我建議你躺平，沒條件的你是必須為生計奔波，沒辦法這是沒辦法的。有條件的就不要了大家記住了，在中共國再多的努力也只可能讓你陷入上面的困局。這個國家不會為任何勞動者提供你因為付出勞動而應該擁有的價值，都被剝削走了。所以在這種制度面前，還拼命努力工作、努力學習，有生活條件但是還幹活的，那就只能說是大傻子了，好吧？不過關於躺平的問題，算我一家之言，歡迎拍磚。我呢是很希望通過躺平這個東西，讓很多人看清楚自己應該有的生存方式，